阿膠喺古代嘅《神農本草經》當中咧，已經列為上品啦。阿膠係補血聖物，同我哋嘅人參、鹿茸咧並稱為補身三寶嘅。關於服用阿膠，好多朋友認識上咧存在唔少個誤區喎。有啲人認為阿膠淨係女性用嚟補血嘅，係女人嘅專利品。咁有啲朋友又會認為咧，淨係冬春季咧先適宜服用阿膠嘅，而春夏季係唔適合食阿膠嘅。仲有啲朋友認為咧，阿膠咧不管乜體質得到乜病都可以強身健體，咁係咪咧？其實咧呢啲認識咧都唔全面㗎。究竟阿膠有乜嘢功效？我哋又要如何正確咁服用咧？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阿膠啦。阿膠咧為馬科動物驢嘅乾燥皮或者係新鮮嘅皮，經過煎煮濃縮而成嘅固體膠。咁阿膠咧有長方形嘅、方塊形嘅或者係丁形嘅。佢一般咧係恰殼式，佢有光澤嘅，佢嘅質地係比較硬同埋脆嘅，斷面係光亮嘅。咁阿膠啲碎片咧，我哋用光照住睇咧，就係棕色半透明狀噶。中醫認為咧，阿膠氣微，佢性味甘平，佢歸肺、肝、腎經，佢有一個補血、止血、滋陰、潤燥嘅功效。現代藥理學發現咧，阿膠咧佢有佢個好處嘅。首先，阿膠咧可以幫助我哋矯正一個失血性貧血啦。係嘛？提高我哋嘅細胞免疫功能啦，同埋我哋體液嘅免疫功能啦，擴張血管啦，縮短我哋活化部分嘅凝血酶燃時間啦，提高血小板數啦，降低病變血管嘅通透性啦，仲可以提高血清鈣、磷呢啲含量，提高我哋嘅內疲勞能力、內寒能力同埋缺氧作用嘅喎。有啲研究仲發現，阿膠可以促進我哋正常菌群嘅生長，維持我哋機體嘅一個微身體嘅平衡。咁喺歷史上咧，阿膠咧廣泛用於咧治療各種疾病噶尤其係我哋古代嘅皇族同埋貴族階層係比較中意嘅，因為呢個驢咧喺我哋中國古代咧係一種比較貴重嘅一個動物，所以一般嘅普通人家係冇可能用阿膠嘅。包括我哋而家阿膠嚟講咧，都係比較貴重嘅中藥。咁阿膠咧，仲有一個民間故事，我順便同大家講講。清朝晚年嘅時候咧，咸豐皇帝咧，一直到咗晚年咧，都係冇仔女嘅。咁清朝宮廷咧就面臨着咧後繼無人嘅危機。後來咧呢個宜貴妃咧，好不容易又懷咗孕啦。咁朝廷內外咧都將新皇太子嘅希望寄託喺佢身上。然而咧，貴妃咧佢懷孕7個月嗰陣咧，就唔小心佢得咗一個叫做血症。咁好多宮廷嘅醫高手咧診治咧都冇咩效果喎。咁既咁樣嘅話咧，佢裏邊個龍胎咧咁就肯定有流產嘅風險啦。咁咸豐皇帝咧同埋大臣咧肯定係好急噶啦呢個時候。咁嚟自山東嘅戶部侍郎咧，佢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就上奏皇帝推薦佢哋家鄉鄧氏士德堂嘅阿膠啦。咁宜貴妃咧服用咗阿膠化汁之後咧，佢就血症咧就好咗啦，從而咧佢保住咗呢個龍胎。咁2個月後咧，呢個宜貴妃咧就得到龍子啦，就係我哋嘅愛新覺羅載淳啦。呢個又係話咸豐皇帝唯一一個仔。咁咸豐皇帝咧聽到個仔出生之後咧，肯定好高興噶啦，係嘛？佢即刻係太廟朝拜告慰祖宗先王，而且咧佢又下旨賞賜呢個鄧氏樹德堂堂主4品朝服馬褂同埋一個手折子，同時咧封呢個樹德堂阿膠為貢膠，仲賜咗一個福字。咁咸豐皇帝去世咗之後咧，呢個愛新覺羅載淳咧，佢就繼承咗皇位啦，成為同治皇帝啦。咁子憑母貴啦，係嘛？宜貴妃個仔做咗皇帝，咁宜貴妃咧就被封為咧慈禧皇太后啦。咁講到慈禧皇太后，大家就知道啦。而且咧，自從呢個鄧氏士德堂
得到呢個咸豐皇帝御賜咗呢個福字之後咧，佢哋個阿膠作坊咧就將福字咧作為一個商標啊，而且咧朝廷每年都會派呢個四品欽差大臣咧到樹德堂監製呢個阿膠，佢製好之後咧先帶翻呢個宮中咧俾宮廷使用嘅。講完呢個故事之後，又諗翻起有啲朋友會問謝醫生啊，我哋男人係咪唔可以食阿膠咧？咁呢個問題我嚟講講，其實咧阿膠咧唔單止女人可以食，男人都可以食阿膠嘅。三國時嘅曹操個仔曹植咧，佢就被貶到東阿縣啊，嗰陣咧佢就失急壽而柴，佢呢個曹植咧就經常食呢個阿膠滋補啊，得到好多好處嘅。佢曾寫一篇叫《飛龍篇》嘅詩嚟讚美呢個阿膠嘅，叫受我宣藥，神王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獸同金食，永世難老。所以咧，男性咧好容易出現氣虛嘅情況，咁中醫嚟認為氣為血之髓，血為氣之母，咁無血即係無氣。所以咧，我哋男性都可以適量咁服用阿膠嚟補氣血嘅，佢可以幫我哋增強體質啦，提高抗病能力啦，尤其適宜一啲腦力勞動同埋體力勞動比較大嘅朋友。咁有啲朋友又會問：咁謝醫生啊，咁食阿膠有冇乜禁忌啊？雖然咧阿膠係補身三寶之一，佢可以幫我哋滋補身體啦，同時咧又經常加到好多食品當中。不過咧，我哋服用阿膠係有講究嘅，食得唔啱反而會傷害我哋身體噶。第一，我哋假冒期間就唔適合食阿膠啦，因為假冒期間咧會有啲發熱嘅情況啦。我哋食阿膠咧一般都唔利於我哋退熱噶，而且假冒期間咧我哋身體咧存在一定程度嘅下降，尤其係我哋腸胃功能可能都係比較弱嘅。而阿膠咧佢係用驢皮製作噶嘛。咁食咗之後咧，好容易咧增加我哋嘅腸胃負擔，可能會形成一個消化不良嘅症狀啊，所以咧一般都唔建議咧感冒期間食阿膠嘅。如果唔小心得到感冒咧，謝醫生都係建議大家喺感冒期間咧，我哋盡量食一啲清淡易消化嘅食物，比如小米粥啊、蔬菜瘦肉粥啊，都可以補充我哋身體所需嘅營養同埋能量嘅，促進我哋病情嘅恢復嘅。期間咧，我哋仲要注重咧加強身體保暖措施。另外咧，等感冒好咗之後咧，我哋想服用阿膠咧，都係建議起初服用嘅時候劑量咧，從最細量開始，一般喺飯前或者係瞓覺前服用阿膠嘅。但係同時咧，如果你係參照咧中醫師嘅意見咧，或者其他醫生嘅意見咧，你都照醫生嘅吩咐搭配一啲其他嘅中藥或者係點樣都要專醫服用噶。第二咧，如果脾胃虛弱，經常咧嘔吐、腹瀉或者係咳嗽痰多嘅朋友，都要少用阿膠。同時咧，如果喺食飯之後咧出現咗胃脹悶，唔想食飯咧，咁都唔好再食阿膠啦。而且咧喺服用阿膠期間咧，唔好飲茶水，因為阿膠咧係一種凝膠塊狀嘅一個中藥嚟噶，佢含有明膠啦、蛋白質啦、多種氨基酸啦、生物鹼啦、微量元素呢啲成分啦，有一定嘅內缺氧啦、內寒冷啦、抗疲勞啦、增加體內鈣嘅攝入量啦、促進造血功能同埋促進急血壓嘅作用。茶嘅成分咧有氨基酸啦、茶多酚、有機酸、油酸、咖啡鹼、可可鹼呢啲，佢同時都有啲蛋白質嘅或者糖同埋色素果膠呢啲成分，佢都有一啲抗疲勞同埋促消化嘅作用。阿膠咧同埋茶咧，我哋都要分開嚟食用比較好都係對我哋人體咧比較有好處嘅。但係如果我哋食阿膠嘅同時飲茶咧，可能會造成一啲唔溶性嘅沉澱，從而咧使我哋阿膠咧冇法充分咁俾我哋人體吸收從而降低咧各自嘅食用價值噶。呢點大家都要注意啊。第三點就係普通嘅女性朋友喺月經來潮嗰陣咧，都應該停服阿膠。等月經過後咧，我哋先繼續服用阿膠噶。第四點，孕婦食用阿膠前咧要諮詢醫生噶，因為阿膠咧佢雖然冇明顯嘅毒副作用，都冇乜明顯嘅藥物偏性，
都唔係咩大苦大寒嘅嘢，都唔係大辛大熱嘅嘢。佢唯一缺點咧就係過於滋膩，佢有礙於我哋人體吸收消化嘅。咁如果係平時身體狀況就比較差，尤其係氣虛比較明顯嘅產婦咧，懷孕嘅過程咧就會導致虛虛情況咧更加嚴重噶。呢個時候咧，我哋嘅脾胃嘅運化功能都會變差。部分咧產婦咧當明顯嘅症狀，比如厭食啊、胃脹啊、惡心嘔吐、乏力咁呢種情況咧，都需要延長食過膠嘅時間。建議咧一定要先服用一粒健脾益氣嘅藥物嚟調節好我哋嘅脾胃功能，等我哋脾胃功能恢復到正常之後再食阿膠。不過咧，即使係脾胃比較好嘅孕婦咧，都唔建議咧過量咁食阿膠，以免造成我哋嘅營養過剩，加重我哋嘅胃腸道負擔，容易引發起一啲惡心嘔吐啊、腸脹氣啊，甚至係便秘嘅。最後咧，因為阿膠咧比較貴重，我再提醒大家，按照中國藥典嘅規定，阿膠咧只能用驢皮製作嘅，其他動物嘅皮製作個膠塊唔可以叫做阿膠，係假阿膠。咁市面上咧有啲商人咧喺阿膠上面咧摻雜一啲馬皮嘅成分，呢個馬皮嘅成分咧就係假阿膠啦。佢唔單止會欺騙我哋消費者，冇功效，而且中醫仲有一個講法叫做馬研阿膠下瀉嘅講法，功效係完全相反嘅。所以咧，大家買阿膠一定要慎重，買正品阿膠。多謝大家。